奔驰、宝马、奥迪这些德国品牌的车突然没人要了。我在中国长大，从小就知道开德国车就是有钱有面子。但2025年，比亚迪在中国卖了450万台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3个品牌加在一起呢，不到182万台。今天我们通过3条新闻标题来看一看，为什么德国车在中国卖不出去了，降价都没有人买。再到中国的一个海岛，为什么第一个说不卖燃油车了？看完你就会明白，中国人对好车的定义是怎么在10年内完全改变的。还有一个词，今天你会第一次在真实新闻里看到，打懵。被打懵的 BBA 回过神来。BBA 奔驰、宝马、奥迪在中国一直代表着好车，开 BBA 就是有钱成功的意思。标题里说 BBA 被打懵了是什么意思？想象一下，有一个人突然打了你的头，你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晕了过去，这就是被打懵。这3个品牌还没有明白为什么突然就不受欢迎了，是比亚迪打了他们。开头我们说了，比亚迪一年卖了460万台，比 BBA 3个品牌加在一起还多了1倍多。年轻人现在会说，比亚迪比奔驰、宝马好多了，可以直接说话，开窗户，放音乐，听得懂中文，还有大屏幕，坐进去感觉都不一样。BBA 呢，他们回过神了，明白了，发现了问题。但现在开始做电动车，年轻人不是买不起，是已经不想买了。所以在中国 BBA 已经追不上了。就这样，中国人对车的看法一下子就变了。以前开德国车，别人会说你厉害，现在开比亚迪，别人也会说你厉害。但是 BBA 这样的燃油车到底有多惨？这个数字可能比你想的更吓人。燃油车价格体系崩盘，大幅降价失效，销量连续2月暴跌近40%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卖车的地方，停车场里停满了车，但是没有人来看，没有人来买，价格降了，但是还没有人来，再降还是没有人。很多卖燃油车的地方现在都是这个样子。2024年，全中国有超过4000家卖燃油车的店已经关门了。2026年，中国燃油车销量连续2个月下降了差不多40%，这就是崩盘，价格降得很多，但是没有用，失效了。为什么降价
还是卖不出去？因为现在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价格，是年轻人对车的要求变了。以前买车问的是质量好不好，能不能开10年，10年以后还值钱吗？现在买车看什么？要看有什么功能，能不能自动驾驶，充电一次能开多远。对于现在的年轻人，车已经不是非常贵的东西，不需要计划几年，不需要把钱存起来，喜欢就买，开2年就换，太正常了。他们对车的要求也不只是去哪里方便。你想象一下，很多年轻人每天在车里花上2-3个小时，而这2-3个小时是他们自己的时间，自己的空间。所以车要舒服，要智能，要有自己喜欢的感觉。对他们来说，车是第2个家，所以 BBA 给不了，做不到，降价再多也没有用。那燃油车以后就真的没人要了吗？中国政府会做什么？快说一件事，如果你想用真实中文练习阅读，我帮你准备了一篇免费文章，我用语音陪你读，链接就在下面，点一下就可以开始。好，我们继续。2030年起禁售燃油车，为何海南先试？海南，中国最南边的一个小海岛。2030年之后，你买不到新的燃油车了，只能买新能源车，就是电动车。为什么会是这里？海南这个地方有几个特点，让电动车特别适合。第一，它不大，从最北边开到最南边300多公里，充1次电就到了。而且这里的冬天也不冷，海南全年平均气温差不多是25度，不像中国的北方，冬天天冷，电池会变差。海南没有这个问题，一年4季都一样。还有一个方便的地方，海南1半以上的电是来自风和太阳，在这里有很多充电的地方，非常方便。所以整体一看，海南最适合。这个变化其实用了不到20年。最早中国发展电动车是因为保护环境，但是现在中国人说到电动车，已经不是在说环境了，他们在说的是这台车好不好用，适不适合我的生活。从质量好要开10年，到要智能要舒服。当每一个人对车的想法变了的时候，整个市场也就跟着变了。10年前开奔驰，别人说你成功；今天开比亚迪，别人说你懂车。中国对好车的定义就这样变了。你买东西还会在意品牌吗？还是功能比品牌更重要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读真实的中文，下面有免费链接，点一下就可以开始。我是 Coach 天，
下周同一时间，我会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。我们下周再见，拜。